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陆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太阳再度失利，布克表现欠佳。在与缺少了当家球星班凯罗和弗朗茨瓦格纳的魔术队的对决中，太阳以110比115的比分遗憾落败。比赛进入关键的第4节，布克却2次出手均未得分。全场比赛中，布克21次投篮仅命中8球，3分球更是5投1中。尽管他贡献了25分和7次助攻，但这样的数据显然不够有说服力。尤为引人注目的是，在凯文杜兰特因伤缺席的10场比赛中，布克带领的太阳队仅取得了1场胜利。布克究竟属于哪个层次的球星呢？以一名当家球星的标准来衡量，布克似乎还未曾真正证明自己的带队能力。在没有克里斯保罗和杜兰特的情况下，布克的表现更像是一个单纯追求个人数据的球员，而球队的战绩却相当糟糕。在2018年的一次访谈中，凯文杜兰特曾经坦言自己可能会在35岁时挂靴，转眼间时间已悄然流逝至2024年12月，6年的光阴如同白驹过隙。如今36岁的杜兰特依然驰骋在赛场上，场均贡献25.8分、6.7个篮板和3.14助攻。他的篮球热情丝毫未减，尽管已不复当年之勇，但他仍是太阳队中影响力最大的球员，这不禁让人感慨万千。杜兰特的缺席对太阳队的影响深远，不仅关乎进攻，更涉及到防守层面。我曾与友人讨论过太阳队，一致认为凯文杜兰特仍是球队的核心人物。然而，真正为太阳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，却是控球后卫琼斯。琼斯在场上如同一位指挥官，他的存在让全队的进攻更加流畅。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杜兰特的存在似乎对凯文布克的表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乍一听，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，毕竟琼斯对进攻节奏的掌控和调度理应能让队友们更加轻松自如。然而在德文布克这里情况却有所不同，布克得分手段多样，进攻威胁巨大，但他本质上仍是一名得分手。布登霍尔泽教练曾尝试让他变得更加团队化，更加关注队友的位置。这个想法固然合理，但或许对于布克的要求有些过高。在对阵魔术的比赛中，布克虽然送出了7次助攻，但他得到了25分，却消耗了21次投篮。即便魔术队缺少了瓦格纳和班凯罗，但他们凭借丰富的防守资源，依然能够对布克实施有效的针对策略。当面对一名防守者时，考验着布克的横向移动和强行投篮的手感时，魔术队明确传达出他们能够随时锁住布克的信号。这时太阳队的其他球员能否击败各自的对位者就显得尤为关键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杜兰特缺阵后太阳队所面临的问题。比赛的结果验证了莫斯利教练布置的战术是多么明智。对于随队记者而言，理解这一点并不难，尽管听起来可能有些残酷，但现阶段德文布克最合适的角色是作为杜兰特身边的得力副手。回想起太阳对阵勇士的比赛，上半场投进了14个3分球，我当时就指出对手因为过分关注杜兰特的进攻威胁，甚至不惜采用3人包夹的战术。这正是杜兰特在比赛层面高于布克的地方，他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比以往更具牵制力的球员。很难想象这是一位36岁的伟大球星所展现出的竞技状态。本赛季至今，在杜兰特出场的13场比赛中，太阳取得了11胜2负的佳绩，这无疑是对杜兰特重要性的最直接证明。时光荏苒，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，杜兰特依旧是那个杜兰特，他没有选择退役，而是一种全新的方式继续扮演着球队核心的角色。这种变化可能包括轮转防守、协防以及回位、挡拆和空切等各个方面，这些都指向了一个核心，那就是他是这支球队最好的球员，拥有最大的攻防影响力。但在关键时刻，他需要忘记这些身份，努力成为更好的队友。这正是36岁的杜兰特正在做到的。也许这是28岁的德文布克需要学习和领悟的。难道布克的巅峰就只能是强队中的二当家吗？不如 NBA 的第10个赛季2024至25赛季，布克已经稳固了自己作为精英得分手的地位，4次荣膺全明星，2次入选最佳阵容，且上赛季他的球衣销量高居第7，显示出不错的受欢迎程度。然而布克从未真正获得球迷和媒体一致认可的超级巨星地位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，仅有2021至22赛季真正进入过 MVP 的讨论范畴，却也只是名列第4，未能收获任何一张第1选票。
是布克的轻狂性格使然吗？回想起2021年太阳对阵灰熊的比赛，特鲁伊·丹尼尔斯的垃圾话激怒了布克。赛后布克的一番言论，我不明白他哪里来的勇气跟我喷垃圾话。3年里他都换了5支球队了，或许这就是原因之一，又或是布克被指责的刷分行为。在对阵凯尔特人的比赛中，布克狂砍70分，尽管太阳最终以120比130落败，且在比赛失去悬念后，他仍在努力得分。赛后还模仿起了威尔特·张伯伦单场100分的庆祝方式，这一举动遭到了包括凯尔特人队球员在内的广泛嘲讽。再者，布克似乎总是容易卷入冲突，与保罗·乔治、詹姆斯·哈登、克莱·汤普森等多位球员发生过争执，常被冠以假硬汉的称号。这些因素或许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布克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，但他们绝非核心所在。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，胜者为王，硬实力和带队战绩才是衡量球员地位的根本。在布克职业生涯的前5年，他未能引领太阳踏入季后赛的大门，而他至今所参与的4次季后赛之旅，前2次得益于克里斯·保罗的助力，第3次则是保罗与凯文·杜兰特共同辅佐，第4次则是杜兰特和布拉德利·比尔并肩作战。太阳始终未能问鼎总冠军，这固然与运气不佳和伤病困扰有关，但布克未能展现出绝对巨星级别的表现，也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。特别是在2022年的总决赛上，面对雄鹿的6场激战，太阳在2比0领先的大好局势下，连败4局，惨遭逆转。第3战中，布克14投仅3中，太阳大败20分。第6战，布克22投8中，3分球7投全失，仅得到19分，却伴有6次失误。上赛季太阳在季后赛首轮即遭淘汰，休赛期管理层积极调整阵容，引进泰俄斯·琼斯等球员，旨在减轻布克的负担，让他回归得分后卫的本职。琼斯表现勤勉，但他终归是一名角色球员。当杜兰特因伤缺阵时，太阳步履维艰。通过一组数据对比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。杜兰特出战时，太阳战绩为11胜2负，期间布克场均贡献24.7分、6.8次助攻，投篮命中率 44.3%， 三分命中率 34.3%， 失误 2.2次。而杜兰特休战时，太阳战绩仅为1胜9负，布克场均得到25.2分、5.8次助攻，但投篮命中率下滑至 41.8%， 三分命中率降至 32.4%， 失误增至 2.74。 尽管布克的得分略有提升，但效率下滑，助攻减少，失误增多。当杜兰特与布克同场竞技时，太阳每回合净胜 5.52 分，而杜兰特不在场时，仅布克带队时，太阳每100回合则净负 9.13 分。布克在赛场上的表现有所下滑，带队成绩也是不尽如人意。这并非因为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防守端，尽管布克曾提及自己的奥运会后会更加注重防守，但本赛季他的场均防守对手出手次数实际上比上赛季还要少，且防守效果并不理想。被他对位的球员投篮命中率甚至高于赛季平均值。因此，归根结底，布克的风评和地位难以提升的核心原因在于他的硬实力和带队能力。10月份的高光表现仿佛是短暂的烟火，而11月份则成为了布克投篮失准的集中体现。一连串的低命中率比赛，18投3中，13投5中，16投6中，10投2中，在仅仅23场比赛中，布克就有10次投篮命中率低于40%，这几乎是他以往整个赛季才能达到的打铁场数的2倍。就像大锤80，小锤40的比喻，布克挥舞着铁锤，在太阳球迷的耳边不断敲响失望的音符，球迷们无力躲避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将球队的胜利之路打得支离破碎。从客厅到电线再到卧室，无一幸免。在铁屑飞溅之中，太阳队仿佛被敲打成了一块千疮百孔的蜂窝煤。随着布克挥锤的动作越来越快，太阳队也逐渐失去了光芒，从一度西部第1的8胜1负迅速滑落至1胜8负，跌至西部第10。波特霍尔则精心构建的护框和篮板体系，在太阳连胜期间曾一度将球队的防守效率提升至联盟第9，但随后便如流星划过，迅速陨落。截至目前，太阳的防守效率已经跌至了联盟第21，篮板水平也从上赛季初的中上游回到了中下游。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杜兰特的受伤。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后，布克的风评确实有所提升。美国男篮主帅史蒂夫·科尔甚至称他为无名英雄和真正的 MVP。在那支星光熠熠、拥有詹姆斯、库里和杜兰特3大超级巨星的美国男篮中，布克甘于担任角色球员，更多的参与到无球进攻和防守中，为球队夺得金牌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布克的这种牺牲精神值得赞扬，但假如将球队的领导权交给布克，让他成为美国男篮4年后的核心，他能否带队再次夺得金牌呢？这确实是一个未知数。同样的问题也摆在太阳队面前，布克是否真正具备成为争冠球队建队基石的能力？当36岁的杜兰特状态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时，布克能否独自扛起太阳队前行的大旗呢？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，请点点订阅，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。